俗话说升米恩，斗米仇。有些国家穷困潦倒的时候，就想起了中国这个好邻居。可一旦自己富裕了，却把中国当成了往上爬的跳板。这不仅是农夫与蛇故事的现实版演绎，更是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墙头草嘴脸。说到中国周边的这些两面派邻居，相信大家心里头都装着那么几个候选名单。这其中有的国家呢，肯定是早就臭名昭著了，而有的国家呢，可能也就是被现实逼得没得选。那么到底是谁给了这些国家这么大的胆量，又有谁在背后支持，让他们敢于不断试探中国的原则底线？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不妨来仔细看看那些典型的墙头草邻国，看看他们究竟都打的什么如意算盘。说起斯里兰卡，我们脑海中可能还是那个印度洋上璀璨明珠的印象，但就在近些年，这颗明珠可是蒙了尘，日子过得相当惨淡。2022年，他经历了国家破产，总统总理双双辞职，整个国家瞬间陷入全面停摆的困境。由于进口石油款项被突然切断，全国范围内每天要忍受长达13小时的停电。与此同时，医院的药品供应完全中断，做手术只能靠硬扛，连奶粉的价格都涨到了公务员半个月薪水才能买一罐的程度，以至于央行印钞票需要的纸张都不得不靠打白条才能勉强维持。就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秋，是中国第一个出手相助，将斯里兰卡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2023年10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就率先跟斯里兰卡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同意进行债务重组，也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同时，中国进出口银行还积极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给足了斯里兰卡面子，也给足了同样身为债主的西方国家面子。但是，斯里兰卡是怎么回报这份救命之恩的呢？2024年初，中国科考船向阳洪3号向斯里兰卡及其周边海域提出了申请，计划开展深海科学考察活动，并打算顺便靠港进行物资补给。要知道，这艘船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洋环境方面的科学研究，研究内容涵盖了洋流和气候等关键领域。这项研究对全人类来说都是大好事。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惯例，靠港补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可你猜斯里兰卡怎么着？他们不仅拒绝了，更是紧跟着搬出了一纸禁令，而理由更是堪称荒唐可笑，因为印度不高兴。印度为了阻止中国科考船的靠岸，直接将其污蔑为间谍船，以测绘印度洋水文资料，是在为潜艇开路为由，向斯里兰卡政府施压。这时候，斯里兰卡哪怕有一点主权国家的骨气，都应该说自己的港口自己做主，但很可惜，他并没有这样做。为了取悦印度，斯里兰卡政府竟然直接颁布了一项为期整整1年的禁令，禁止所有外国科研船只停靠斯里兰卡的港口，或在其领海内进行任何研究活动。结果呢，像阳洪3号最终只能转头去了马尔代夫。这个国家虽然面积不大，但相比斯里兰卡的软腰杆，简直堪称伟岸。到了2025年，1年禁令即将到期，斯里兰卡还在那儿磨磨唧唧，又搬出了一套标准作业程序来审核外国船只，想继续看印度的脸色行事。如果说拒绝停靠科考船是为了避嫌，那北部3岛能源项目的变卦则就是赤裸裸的毁约了。早在2021年，斯里兰卡政府就在全球招标，要在贾夫纳半岛附近的3个小岛上建设混合可再生能源系统。当时，中国的微电网公司凭借扎实的技术和公道的价格，光明正大地拿下了这个项目。斯里兰卡内阁已经点头批准，合同眼看就要落笔签字了，但这地方离印度实在太近了。于是，印度又搬出安全威胁这个理由，公然插手横加干涉，甚至不惜拿出经济援助作为交换条件，就是为了从我们手里抢走这笔生意。结果呢，斯里兰卡那边又是膝盖一软，当场就倒向了对方。在2024年3月，单方面撕毁了跟中国企业签好的合同，转头就把项目拱手送给了印度公司。但咱们心里都清楚，印度这家伙本来就不怎么靠谱，他不仅自己穷，承诺的经济援助更是经常不到位。所以，当斯里兰卡的新总统迪萨那亚克上台后，便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国家要发展，特别是要搞大基建，还得找中国。于是，风向又变了。去年年初，斯里兰卡政府开始放出风声，表示想要重启来自中国的开发融资，让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再给点新贷款，好去修那些烂尾的路和桥。这算盘打得确实响，但中国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大手一挥就直接给钱。
2024年，中国已经跟他们签署了债务重组协议，堪称仁至义尽。再想找贷款，那就得拿出点诚意了。而眼下，不管是科考船禁令还是招标项目，显然都是试金石。如果说斯里兰卡是因为国家破产的贫困而被迫摇摆不定，那越南这些年的操作就是纯粹的精明和算计了。大家都知道，越南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交理念，叫做竹子外交。它讲的是搞外交要像竹子那样根扎得牢，枝干柔韧，风朝哪个方向吹，它就朝哪个方向弯，这样才不容易被吹断。这听起来似乎挺有哲理，但说白了还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套路。2024年，越南新任领导人苏林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来中国访问，双方重申了中越命运共同体。越南还表示，中国是其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林前脚刚离开北京，后脚就飞去了华盛顿。直到去年10月，美越的算盘才算是彻底曝光。原来，他们搞出了一份美越互惠贸易框架协议。越南为了获得美国市场的零关税待遇，答应了美国一系列非常苛刻的条件。其中最狠毒的一条就是越南承诺与美国进行合作，打击转运和逃避关税的行为，而这本质上就是在针对中国企业。越南为了拿到美国的那点零关税福利，竟然答应帮美国围堵中国产品。美国海关根据这个协议疯狂查扣从越南来的货物，只要怀疑中国零件占比较高，就可以直接扣下。甚至为了向美国表忠心，越南还跟着签了个80亿美元买50架波音飞机，与29亿美元收购美国农产品的大单。我们姑且先不论美国农产品能不能够得上物美价廉，单就波音飞机近年来的事故频发，我们就能知道，越南这时候买波音，本质上就是在给特朗普政府交保护费。2024年，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235亿美元。越南知道自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怕美国关税大棒打到自己，所以赶紧花钱消灾，再配合美国围堵中国，以此换取宽大处理。另一方面，越南如今最大的雄心壮志，便是要取代中国的地位，成为新一代的世界工厂。他们可能认为，美国正打算与中国脱钩，要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眼下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因如此，越南也顾不上分辨谁是陷阱，谁才是真正的伙伴，只知道一味地向美西方靠拢，就为了承接从中国转移的供应链。现在已经有了斯里兰卡的软和越南的阴，再加上菲律宾的狂，中国周边的两面派邻国谱系才算是基本完整了。自从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对中国的态度堪称疯狂。从24年初开始，中国的南海海域就几乎没消停过。菲律宾海警船特蕾莎马格巴努亚号非法闯入中国仙宾礁，一赖就是好几个月，幻想复刻当年仁爱礁的那一招，把船一停，再长期驻扎，以此来形成既成事实的豪夺。但中国海警这次也没有惯着菲律宾，直接对仙宾礁区域实施严格管控，围而不打，拦截了菲律宾方面的一切补给。结果就是到2024年9月中旬，菲律宾舰船先撑不住了，特蕾莎马格巴努亚号灰溜溜的拔锚起航，逃回了巴拉望岛。只是海上打不过，菲律宾又转头开始搞文斗。就在当年11月，小马克思又签署了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盗法2份法律文件，没有任何依据，就把中国黄岩岛、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都划进了所谓的菲律宾领海与专属经济区之中，甚至还明确规定，外国船只经过这片水域时，必须走他们指定的航道。面对如此嚣张的行径，中国可没光停留在口头谴责，反手就给了菲律宾一个大大的惊喜。就在菲律宾通过法律的第2天，中国政府便直接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基线一旦划定，这就意味着在这条线以内的水域都是中国的内水和领海，以后菲律宾的船只再敢进来，就无法用争议海域航行作为托词了，这直接就是入侵领土。中国更是有权依法采取一切措施，甚至是军事手段。这下好了，他以后再想来南海闹事，无论如何都得好好掂量掂量了。看完了这3个邻居，大家心里可能多少都会觉得有点堵得慌，似乎中国显得太好说话了些。但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悲观，因为这些两面派的邻国也不是今天才成这样的。所以在处理周边关系上，中国早就形成了一套恩威并施的组合拳。首先，中国始终坚持战略定力，即便越南小动作不断，但只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出错，并坚持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就不会跟他彻底撕破脸。毕竟一旦把他彻底推向了美国，才是真正中了美国的奸计。
保持斗而不破才是让越南浪子回头的坚实保障。此外，中国还有底线思维，对于菲律宾这种触碰底线的行为是从来都不会手软。黄岩岛基线的公布就是告诉全世界，领土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空间，这才是最有用的威慑。最后，中国的外交方针从来都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些两面派邻居看似左右逢源，实则是把自己置于大国博弈的棋盘之间。至于这些左右横跳的邻居，唯有坚守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牢固底线，才是治愈两面派的治本良方。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